俄乌局势让美国捞到了多少好处？俄罗斯真的会进攻美国吗？泽连斯基的一番操作又是如何将乌克兰推入深渊？随着乌克兰局势愈演愈烈，近日有两则新闻引起了关注。一是受到乌克兰局势影响，全球黄金价格持续暴涨，达到$1880每盎司。二是在战争氛围的渲染下，乌克兰出现寡头集体外逃的现象。仅13号一天，就有大约20架包机和私人飞机从首都基辅起飞，其中包括乌克兰首富。那么这些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？首先说说黄金价格上涨，金价上涨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谁呢？当然就是黄金储量最多的国家了。而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在全球各国中是最多的，8000多吨的黄金储备量，相当于排名第2、3、4国家之和。另外，欧洲资本的外逃，其直接受益者同样是美国。那么这就很明显了。有分析认为，美国如今在利用媒体力量不遗余力渲染俄乌战争形势紧迫，一会儿是俄军在边境做好战斗部署，一会儿是俄军将在近日对乌克兰发动进攻。似乎美国媒体总能先一步预料俄罗斯人的行动，尽管俄总统普京多次表明，俄罗斯根本没有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打算。而除了利用舆论拱火，美国也会亲自下场为乌克兰政府提供资金及武器支持，持续制造紧张气氛，并在能源与北约问题上多次让乌克兰猜谜，给乌克兰打打气，使其持续对俄罗斯强硬。有分析认为，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疲软，如今正值美国接近被迫加息之际，因此急需欧洲资本回流美国，给美国资本市场提供支持，从而稳定美国的资本市场和经济。而这也就是美国持续制造乌克兰紧张局势的目的。因为资本是有避险的需求，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收割欧洲资本。对于美国而言，最优解就是让俄罗斯贸然出兵，但同时无法获胜，最终国内经济因战争彻底被搞垮。美国接盘俄罗斯国内资本后，安心对付中国。但很显然，俄罗斯人并不蠢，光是吞并一个克里米亚就需要花足够的时间，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安排乌克兰？只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，俄罗斯也没有动手的理由。所以，指望俄罗斯真的动手也不现实。因此，对于美国而言，次优解就是收割资本，而目前来看，这个目的达到了。当然，对于美国而言，俄乌局势加剧也有最坏的结果，那就是乌克兰亲美政府迅速垮台，俄罗斯势力覆盖乌克兰。此时的美国开战也不是，不开战也不是，也因此，美国直言不考虑出兵乌克兰。对于美国而言，出兵救乌克兰是一件亏本买卖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舆论力量究竟有多强大。美国动用媒体力量，单纯用宣传造势，就让很多人误以为俄罗斯真的要入侵乌克兰了。最终，美国不费一枪一弹，就在乌克兰问题上挣得盆满钵满，赢麻了。不过，作为与美国多年打交道的对手，俄罗斯也早已看透美国的小心思。在美国对乌克兰局势造势之时，普京转身就去了一趟北京，而中俄联合声明发表，标志着中俄联合抗美的局面形成。同时，中俄又签下天然气大单。俄罗斯明白自己的当务之急不是教训乌克兰，而是提振国内经济。既然美国不断炒作乌克兰局势，那么俄罗斯可以借机寻到机会。就算西方严厉制裁，只要背后的中国能为其能源兜底，俄罗斯都不会垮掉。而中国希望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，尤其是在美国高度打压下，那么俄罗斯就可以站出来对美国展现强硬的姿态，从而获得中国的输血。最终我们可以看到，美俄两国看似在乌克兰问题上斗得你死我活，实际上却是谁也不肯越雷池一步，双方各取所需。那么有没有真正的倒霉人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处于舆论中心但自己又缺乏话语权的乌克兰人。实际上，乌克兰局势刚起之势，乌克兰政府也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对外通过不断地对俄罗斯秀肌肉，从而扮演受害者角色，争取西方的同情，赢得北约的入场券。对内，乌克兰寡头横行，侵吞大量国家资本。在以喜剧演员身份当选乌克兰总统的泽连斯基上台后，其权力一直被寡头所操控。泽连斯基想要摆脱国内的寡头，真正掌握国家大权，那么以鼓动战争来顺应国内的民粹思潮，裹挟民意获得支持率就成为可选项。但问题是，虽然印度的莫迪也是这么做的，
但好歹印度号称南亚霸主，而乌克兰的称呼却是欧洲子宫。几大国谁又会在乎乌克兰的想法呢？因此，西方口头上支持不断，但加入北约一事就免谈。欧美都不想为乌克兰得罪俄罗斯。另一方面，炒作民粹主义的后果就是政府可能会在民意的挟持下真的走向战争，如同7·7事变前的日本政府一开始也是不同意与中国开战，但是在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泛滥下，军队推动政府开战。因此，俄乌局势中最不可控因素其实就是乌克兰。问题是，乌克兰面对的是强大的俄罗斯，根本没有胜算。那么在如今乌克兰政治与经济全面崩盘，大量寡头也开始外逃的情况下，喜剧演员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场面呢？只能说，如今的场面显然不是泽连斯基能控制的，结果就导致喜剧演员昏招频出，最后的底牌都要打没了。不久前，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公开表示，乌克兰将出售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，以应对俄罗斯北溪2号项目。所谓的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，顾名思义，指乌克兰境内天然气管道的管理系统。而从俄罗斯经乌克兰输送到西欧的联盟线管道，在乌克兰境内便属于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的一部分。在乌克兰看来，俄乌较量的最大舞台其实是在能源上。此前，乌克兰没少用其境内的联盟线来要挟俄罗斯人，要么收取高额的过境费，要么干脆切断天然气向欧洲供应，以逼得欧盟站在自己一边向俄罗斯施压。而这也便是俄罗斯执意要从波罗的海建设北溪2号的原因。这样一来，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就不用受制于乌克兰。对于乌克兰来说，要是北溪2号建成，不仅自己收不了高额过境费，而且可能面临天然气断供的风险，于是极力拉拢西方制裁北溪2号。一开始，美国倒是帮着乌克兰，但由于连欧盟都站在俄罗斯一边，美国也在不久前取消了制裁。而美国这一背叛也是让乌克兰人慌了神。泽连斯基认为，如果欧美资本能收购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，就能向俄罗斯施压，使其继续给俄罗斯提供天然气供应。但是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？俄罗斯人会不会给天然气断供，取决于俄乌关系的发展，而不是谁控制了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。本来俄罗斯还表达了缓和之意，称不会切断天然气。结果泽连斯基这么一搞，俄罗斯人又会怎么想？而且就算出售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，谁又想买呢？欧盟现在更希望北溪2号的运作，而美国巴不得把自己的高价天然气卖给乌克兰。此外，国家能源设施这么轻易就能出售，这让乌克兰民众又怎么想？